大家好，一切都顺利吗？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这段时间去东南亚的这些所见所闻啊。那今天先来讨论菲律宾好了。那为什么会讲这个菲律宾呢？因为我光是3月我就去了马尼拉2次了，去考察，然后去看的一些现场的状况。然后就有网友呢觉得我只是去观光个几天而已，就来误导大家。其实我不是去观光的，我是去考察的，所以我见了很多当地的一些企业，还有一些台商哦，甚至有这个马尼拉驻台的一些就是外交官员啊。所以其实我不是去玩的，我是去考察。所以我的目的性跟你去那边，不管是去工作或者是去常住是不一样的。我们访问了很多人嘛，当然我的观点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你可以自己参考，但是你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尊重，但是不要用那种很本位的想法，别人都是错的啊，你可以当做你的参考。那为什么我个人觉得马尼拉或菲律宾这个国家呢，其实还蛮有意思的？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啊。那要了解这个国家，我们先从它的历史背景开始、时代背景开始说起。它大概是在西元的1570年左右，7071年左右就被西班牙给殖民了哦。那时候其实大航海时代大家都知道，就是西班牙、葡萄牙，后来的荷兰跟英国这几个国家轮流在占领整个世界嘛。那时候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非常强，所以他当时就占领了菲律宾这个地方，而且以他的王太子叫Filipinas 我也不知道念的对不对？这西班牙文，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菲律宾这个群岛，所以它整个群岛总共有7000多个岛，7000多个岛那时候就被西班牙给殖民了，一直到1899年爆发了美西战争。其实，在之前就1896年，菲律宾就开始爆发了一连串的菲律宾革命他们西班牙语叫做多加路革命Tocalo 就是菲律宾的他们的在地语言。那1898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建立了菲律宾的第一共和国那个总统叫做阿基亚多我也去他的那个故居看了一下就在马尼拉南部的一个城市。那后来就菲律宾觉得自己独立，可是美国跟西班牙爆发了美西战争美西战争了以后，当美国那时候很强大嘛，就把西班牙已经就是慢慢的衰败了，所以就败给了美国。那用2000万美元把菲律宾群岛卖给了美国。那菲律宾这边第一共和国当然是不服气啊，想说你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了？是不是？我们都独立了，你没经过我们的同意，你就把我们卖给美国。所以后来又发生了美菲战争在1899年左右爆发了美菲战争当然这个美国当然又赢了，所以后来就是大概有50年左右的时间呢，菲律宾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殖民地在亚洲的一个殖民地。然后后来因为2次世界大战1941年的时候，日本偷袭珍珠港，因为当时菲律宾是美国的海外的殖民地，所以当然日本也就对美国宣战，美国也对日本宣战，所以那个时候就日本就直接把那个菲律宾呢变成他的这个殖民地，一直到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菲律宾才真正的脱离美国跟日本的统治之下，1946年独立了菲律宾共和国。那讲完了它的历史背景呢，就是它被西班牙、美国还有日本统治过，所以它的人种或者是文化或者是语言其实是非常多元的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所以如果说你比如说去越南或者是去泰国，你不懂当地的语言，其实你是很难沟通的。但是在菲律宾呢，它的美语、英语它是属于官方语言，所以所有路上的路标啊、指示牌啊，或者是合约、合同，全部都是用英语去标注。所以其实就算你不懂当地的 Tocalo 多加路语，你也可以就是多少看得清楚、看得出来这个内容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状况走在路上也不至于完全不了解那个是什么东西了再来就是地理位置的部分其实菲律宾呢跟台湾的距离，从地图上面看其实它跟我们到香港距离好像差不多。那飞机也大概是到马尼拉大概是2个小时的航程，那到香港大概是1个半小时，所以其实距离我们最近的外国不是日本，而是菲律宾我说的是首都了。当然你要去什么石垣岛或者是去冲绳呢，那个是也算他们的领地，但是最近的首都呢其实是马尼拉。所以如果你想要出国，然后又不想花太多时间搭飞机的话，其实菲律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整个菲律宾它叫做菲律宾群岛嘛，它有7100多个群岛所以非常分散。境内几乎都是丘陵，以丘陵地为主，只有在这个吕宋岛的中间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平原。所以近年来菲律宾大力的去做填海造陆，马尼拉湾那边
大量的去做填海造陆，然后森林的比例占了40%左右，所以其实它这个地方呢，可能不太适合发展我们台湾的这种农业啊、农耕这种部分呢，可能跟它地形也有很大的关系。再来就气候的部分呢，整个菲律宾的北边，它其实是跟我们台湾南部的热带季风气候是比较像的。那南部呢是属于热带雨林气候所以它的自己的这个国家也分成气候也分成2种那如果你从地图上面看呢，菲律宾又分成3大岛系北边就是吕宋岛岛系，是以马尼拉为中心，但是它在吕宋岛的中间这一块大家看到白色这一块就是平原的地方呢，它叫做 Metro Manila， 就是马尼拉都会区这个都会区总共有2000多万人，人口最多是里面的一个城市叫做 Quezon他们叫寄顺市，但是我们 Google Map 上面是叫做奎松市这翻译上面名词的一点落差当地的华人是叫寄顺市总共有300多万人。最古老我们熟知的那个 Manila 那一个城市呢是在靠马尼拉湾，那有当时西班牙殖民的老区，那个区域叫做 Manila， 那个地方也是它大马尼拉都会区的其中一个城市而已。总共这里有10几个城市合在一起叫做 Metro Manila， 在吕宋岛的中间这个地方，然后中间这些很分散的这些岛叫 Visayas， 英语叫 Visayas， 维萨亚斯群岛很多岛。这些群岛最有名的就是经济跟政治中心的这个叫 Cebu 宿务岛宿务这个地方这个城市也是整个菲律宾第2大城第1大是刚刚讲的 Quezon 嘛寄顺市或奎松市，第2大其实就是宿务。然后南边呢那个地方叫明达纳尔岛那下面又是另外一个岛系，那个地方最主要城市叫做达沃也就是杜特地他以前的故乡那个地方大概有200万人左右所以其实它的岛系是非常分散的，但是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个地方，就是 Manila， 就是 Metro Manila 这个地方就可以了。那相信很多人都去过菲律宾，但是你对菲律宾的印象是什么呢？很多人我这次回来呢，问了几十个朋友有没有去过菲律宾，大家都说有去过哪里去过Cebu宿务去过薄荷岛，去过爱尼岛，去过长滩岛去过巴拉望，都去过，但是就是没人去过它的首都 Manila。 很奇怪我们去泰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的这个城市叫做曼谷。那你对越南，可能很多人去过越南，也是去胡志明嘛，那去台湾就是去台北，去日本就去东京去马来西亚就是去吉隆坡你大概都不会脱离它的首都，就是首都应该多少都会有人去过。但是很奇妙的是，去过菲律宾的人呢，没有几个去过它的首都马尼拉。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原因就是大家对于马尼拉的印象实在太差了不只是抢劫啦，还有这个毒品枪支泛滥，甚至台湾的一些政治人或者黑帮老大，他们偷渡呢，都是先偷渡到马尼拉，因为那边好像政治非常的败坏，只要塞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个现象到了杜特地总统就上一届的总统，他选上了以后，这个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整治了以后，其实这个现象是有大幅的下降就是犯罪率呢，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差了。就我从2016年开始呢，接触了马尼拉，就是开始2016-17年开始就去马尼拉，长期的这样子两边跑，我发现那地方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危险，这么复杂。3个以前曾经在东欧待过嘛，很多人也觉得南欧或者是东欧非常的危险，而实际上我在那边住了这么久的时间，也从来没有遇过什么被骗了、被抢的这个问题反而我在台湾还被骗过那讲完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那些就是黑道比较贪腐部分呢，最近可能有大幅的下降的趋势以外呢，我们来讲看看这个城市的一个状况。你进到这个城市第一印象就是又穷又塞这个每一个去的人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 Manila 的部分。那因为马尼拉呢，它已经是一个400-500年的一个城市西班牙开始殖民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一个城市，而且开始建设，所以它是一个具有文化象征、文化古都的一个城市，所以很多人去那边就是去看它的那个古都王城区嘛。那个地方呢，已经存在好几百年的历史就观光区嘛，观光区就会有一些这个乞丐或游民比较多的状况。然后老区的部分又有另外一个区域，就是华人区唐人街Chinatown， 那个地方也是号称全世界第一个唐人街，因为以前下南洋嘛郑和下西洋下南洋，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于马来西亚啦或者是印尼菲律宾这些地方去做一个开垦。那菲律宾距离就是东亚是比较近的
距离中国大陆是比较近的，所以第一个被开发的华人区啊，可想而知已经存在几百年的历史，一定非常的老又脏又乱啊。这个状况呢，我自己的解读是因为，我们看台湾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发展也知道，台北市最早发展的其实是万华 Manga 哦，桃园最早发展的其实桃园区这边应该也是类似大庙啊、火车站这附近嘛哈。那这些地方在早期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的路小，然后又比较旧。路小又旧，如果政府没有钱去整治的话，它当然会很脏乱。那政府没有钱去整治，或者是在这种民主国家，你要拆迁它的房子其实是不容易，所以政府只好，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就开发东区嘛，像台北就是往东去发展，所以又有东区、SOGO那一边，跟后来的信义区，到后来的大直跟这个南港经贸园区，是不是越来越进步呢？那桃园也是因为早期这个地方因为都是一些在地的有钱人呢，你要征收他的土地谈何容易？所以如果要从这个地方去着手，我还不如呢再开发新的区域，也就衍生了后来的新的一些从化区，像Makati 啊、Ortigas 这些地方这等一下我们再来慢慢的讲。所以他政府不是太有钱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已经半放弃这个老区了。可是偏偏呢，我们去这个有文化古都意涵的地方，又都去看这些区域，当然你就会发现，怎么又老又脏又臭，又有这个街友很多乞丐，很多小朋友都赤脚。这个不就是你去那边看的，其实就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区域，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整治。那如果你把眼光往外走走到比如说 Makati 啊、Ortigas 或者是 BGC 啊这些地方，你会发现完全不是同一个国家。上次就是有拍一集的这个影片，就是早上我们在那个地方叫 Amita 吃早餐，然后一转眼直接就到 Bonifacio， 就是 BGC， 完全就像两个世界，好像是从很落后的一个国家忽然飞到新加坡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大家去观察这个国家的时候，不要用以偏概全的方式去思考它，其实它有它厉害的地方跟值得学习的地方。再来就是媒体啊或记者，他们喜欢报道一些比较负面的嘛。如果是正面的，谁要看呢？一直讲菲律宾超越台湾，谁想看？当然是讲人家那个贩毒干嘛。当然这个之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在杜特地上台了以后呢，这些问题其实基本上我不能讲没有了，但是听说是大幅下降了，大幅改善了。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用过去的一些影片或者是过去一些影像的记录，然后来判断现在的状况。那一些 YouTuber 呢去那边，或者是你观光客去那边拍回来的照片呢，传递出去也都是老区的照片，所以比较没办法凸显整个现况的状态。那刚刚讲的就是整个城市的街貌，大家对它第一印象就是又脏又乱，然后再来就是交通非常的不发达，非常的烂。其实这国家很有趣，它光是马尼拉机场就有4个航厦，就我们台湾要建一个第3航厦就搞半天搞不好了，还在建。但是它光是一个马尼拉机场就有 T1、T2、T3、T4，就是有4个航厦。所以你说它这个基础建设做不好，其实它的航厦有4个。然后再来就是它是有地铁的一个国家，这个城市居然是有地铁。你想说这么落后怎么有地铁？再来它有高速公路啊，它也有 ETC。其实你在台湾看到的很多东西它都有，基本上都有，但是就是政府没钱，所以没办法维护的像台湾这么好，或日本一些先进国家维护的这么好，就是它看起来破破烂烂、很脏、很乱、很烂然后再来就是你会觉得它的交通非常拥塞，这一点也不可否认。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它的道路的承载的容量远小于交通工具的数量也就是说摩托车啊、汽车啊这些交通工具的数量远大于道路的这个承载量。那你摩托车、机车、汽车多，那你的道路又不够承载，那当然就塞啊。可是你又想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在建设？可是这个地方却又处处大兴土木，你下飞机了以后，就看到这个国家一直在建设，到处都有天车，都有工程车，一直在挖啦，一直在做。奇怪，那怎么会这样？我合理的解释啦，就是建设的数量比不上中产阶级增加的速度。我们看一下穷奢极欲的一个短影片。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从2012年起，菲律宾经济成长率每年皆高于 6%， 超越多数东协国家，而逐渐改善的失业率及上调基本薪资政策，也驱动了菲律宾的内需消费成长。根据联合国统计，2019年菲律宾人口超过1亿800万人，在东协10国中仅次于印尼，为人口规模第2大国，年龄中位数为24.1岁，略高于柬埔寨的24岁及寮国的22.8岁。若跟其他东协主要国家对比，菲律宾目前的优势在于人口规模庞大，且相对更年轻。
而随着全球经济模式快速转变，菲律宾2001年起开始发展商业流程外包服务产业，也就是客服中心的业务，这已成为菲律宾目前的稳定经济成长动力，平均每年成长20%，约占菲律宾 GDP 总量的10%，其主要客户来源就是美国企业。因为菲律宾英语教育普及，人力成本低廉，又加上与美国关系密切及文化上等因素，让菲律宾找到了一个机会。大家有看到，菲律宾其实过去这几年它的 GDP 成长每年都是以7% 的速度在成长哦，这个数据其实非常惊人。那假设每年以7%的速度 GDP 在成长，经济成长率是7%的话，就每年会创造大量的中产阶级。那这个从哪边体现？从汽车的数量增加数量，每台车的售价基本上都不会太便宜，几十万、上百万都有。那这就是中产阶级嘛。所以其实中产阶级的数量可以从汽车的数量可见端倪了。那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增加数量比他大兴土木去盖这个公路的速度增加的速度还快。所以代表说，这个国家它这个城市，至少这个城市我看到了它是在成长当中的。所以也许它现在的状况跟台湾比起来，还有一段很大很大的落差，甚至跟比如说周围的国家越南啊、马来西亚啦，或者是印尼比较起来，它比较少人关注。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因为他毕竟离我们最近，又是我们的邻居，所以我们居然对他这么不了解，而且他有10几万的菲律宾人在台湾工作，我们居然对他这么不理解，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录这个影片的原因，让大家对这个国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其实三哥不是什么经济学家，所以我不会讲那些有的没的那些经济数据来跟大家分享的，我就讲我实际看到。我们每次去的时候，我从2016、17年那时候开始就一直跑马尼拉，中间有3年的时间没办法去嘛，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每次都觉得这个地方呢充满生机，到处都是机会的感觉，因为那里的人呢实在太多了。我们可能很多国家呢，它的幅员非常广啊，人口分布也比较分散。你可能去了台北，你还会想去台中或者是高雄。可是来这个菲律宾呢，如果你想去投资或者是你想去那边做生意呢，马尼拉应该就是非马尼拉莫属了那个地方小小的一块区域，就里面就将近有2000万人了那个地方叫 Metro Manila， 它把周围10几个城市环绕起来。那刚刚看穷奢极欲，应该也有看到它的主要的经济除了外籍劳工的输出，还有每年成长的 call center 外包到它这个城市去以外，最大的经济动能就是内需了。这个怎么看呢？其实它每年有7%的成长7%的成长，但是你有听到有什么外资台湾的公司去那边投资吗？比较少，对不对？通常都是跟着供应链大陆撤退，然后跑到它越南啊，或者是印尼，或者是其他国家去投资。所以菲律宾这个国家其实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大量的制造业或者是那些产业链去那边做一个大举的投资，结果它的 GDP就已经成长7%了。原因就是它的中产阶级呢，人数成长太快了，所以造成内需的市场大幅度的成长。大幅度的成长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契机，就是我们可以去那边设公司或者设厂，供应给内部的需求，也就是以菲律宾人为目标的客户这个是内需导向的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属于内需导向。那像越南啊，或者是印尼啊，可能就是以出口导向，像台湾以出口导向，那就会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的这个上下波动的影响，甚至有些工厂在撤资，那这个国家可能就被掏空了但是菲律宾完全没有，爹不疼娘不爱，也完全都没有人注意到它，完全在国际上也没有听到它的什么事，只是最近呢，它跟美国关系比较好上了一些国际的版面，就这样子没有什么工业或者是没有什么企业在那边大幅的投资，这一点它居然就已经成长7%了，也就是它光是靠自己的内需，还有这些海外的员工劳工汇回来的钱，它就有7%的成长。那未来如果大家不小心看到它的内需市场，会不会有更大幅度的一个成长呢？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菲律宾的经济重心其实是几乎集中在吕宋岛，那吕宋岛的经济重心就是 Metro Manila， 所以我建议台湾人呢，或者我们国人同胞，或者看到我这影片的人，可以实际到现场去看一下那这个地方在北部的布拉冈这个地方现在有大型的工业区正在开发，所以如果说你对这边的这个厂房建制有想法的，也可以到现场实际的去看一下了那北边就是 Angeles 有一个很有名的港口克拉克港空港那边是一个美军基地嘛那边外国风情非常浓厚。那南边呢，据说也有一个大的工业区正在发展。那主要在 Metro Manila 有几个
点我自己的看法也是大家可以实际到现场去看的几个主要的商业中心，大家可以实际到现场去考察看一下，或者是跟着我们一起去，然后我们固定时间都会去那边的嘛，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也好。主要最有名的商业中心就是 Makati 就在它的这个马尼拉市的这个东南边的一个区域这个地方叫 Makati。 那它目前也是菲律宾最主要的商业重镇、商业区，号称菲律宾的华尔街，总共有500多家这个国内外的商业，就是银行啊，或者是金融中心在那边。那第二个呢，就是 Artigas。Artigas 就是他们的比较多在地的企业总部 headquarters 会设在这个 Artigas。那边也有6大购物中心，非常夸张，都很大间。这 Artigas 有兴趣购物、喜欢购物的也可以去那边走走看看。它就在 Makati 的东北边一点点，没有很远，其实这些城市都很近啊。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Bonifacio， 就是BGC， 它是一个看起来有一点像东京或者是新加坡的一个城市，非常干净，然后那边物价比较高了，房价也会高一些，但是它非常非常的现代化，非常非常的先进，你去到那边完全不会觉得这是菲律宾啊，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边看一下。然后再来就是华人区，中文叫做明伦洛，那个地方也是商业非常发达的地方，但是因为它是华人区，我刚讲嘛 ，Chinatown 最早开发的 Chinatown， 所以非常的比较乱一点比较脏乱一点，然后街廓也是比较小，但是我觉得蛮值得去的。再来就是后来填海造陆的 Pasay 区，Pasay 也是很多赌场的一个聚集地，很多世界级的赌场也都在那边设一个 casino 的一个综合的度假村Pasay 在那边也盖了很多房子。那最后一个是大家比较陌生的 Alabang， 它的区域是在整个 Metro Manila 的东南边，靠近 Baguio Bay 的这个区域就是中文叫贝湖，然后在中间有一个艾迪达贝壳的形状的一个湖，非常大那这5个区域也是目前它商业发展最核心、最主要的地方。我建议大家可以实际到现场去走走看看因为这个影片的篇幅有限我如果说下次我再来想看看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更多，那我们固定时间会去菲律宾。如果说你想多了解东南亚的一些资讯状况呢，可以加入我们群组一起讨论那如果下次有机会想要跟我们一起去的，也可以一起来考察看看。那如果你想投资菲律宾的房产的话呢，其实也可以问一下小当家下面这边有他联络方式。那我未来会持续的更新一些菲律宾的一些经济状况或者是现况给大家知道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更多菲律宾的房地产的资讯呢，欢迎加入我们群组或者搜寻小星星讲海外房产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一起支持真心话。我们下次见拜拜。常常看见3人哥分享优质产品，却不知道去哪里购买，对不对？因为原厂给3人哥的产品通常都是破盘价，所以厂商要求只能从官方账号点入，点选第一则留言官方账号连结，记住是从官方账号点选进来才有优惠价